喂，给我好不好吗？我这么努力，我很辛苦的，仙尊。仙尊，他不想嫁给你，我想嫁。对不起，云一晨。你是不是在骗我？你有什么证据？当年记得这事儿的，还有回乡的老管家贵叔，我可以把他接回来，跟你对质。上一世我骄蛮任性犯下大错，却浑然不知。这一世白希月明明知道真相，却还想栽赃给白希阳。莲心，你刚刚明明可以杀我的，但你却救了我。莲心，你本性并不坏，不要被人利用了。跟我回去，我会给你个交代。小姐，你不敢杀，老夫来杀！小姐，莲心，管不了那么多。怎么回事？你有内力！没事吧？啊，国公爷，这厮服毒自尽了。快救人！白希瑶，白希瑶，袁堂主，他怎么样了？白小姐太疲倦，睡着了。本仙女邪力无边，休想害我！我，白小姐醒了便好。你怎么样？再去看看厨房，伤得重不重？小姐，我就该死了的好，才算给您赔罪。说什么胡话？你有什么罪？只不过是被人利用了罢了。而且今天的刺杀也是他安排的，他就没想让我们俩活着回去。本王有马车，可送白小姐安全回城。陶宇，这个云逸尘怎么会突然出现？还是少跟他有牵扯的好。多谢翼王殿下的好意，我们也带了府中的马车来，就不必翼王殿下费心了。陶宇，愣着干嘛？敢问莲心姑娘是哪里人士？乳名叫什么？家中可有兄长？我是京郊黄岐家村人，家中排行老二，爹娘唤我巧儿。巧儿，你还记得我们逃难到山里，抓山鸡充饥，最后只抓到这根尾羽吗？他就是当年那个小哑巴。阿哥，真的是你吗？你竟然还活着！阿哥一直活着，阿哥一直在找你，10年了。阿哥，你怎么能说话了？是国公爷。吁！萧国公是个小乞丐，他怎么了？还活着吗？好像还有口气，在他身上搜到了羽毛和陶片，我把他抬走吧，别耽误咱们的行程。抬上车，我要救他。这，是。你终于醒了，你可昏迷了7、8天了。你快起来吧，你嗓子是打小落下的旧疾，想要治好还需些时日。
你叫什么？发现你时身上只有陶片和一根羽毛，就叫你陶羽吧。陶羽，国公爷治好了我的嗓子。当年是他救下了被扔到野外的我。小姐，他就是我阿哥，谢国公爷救我阿哥性命。莲心姑娘不必多礼。陶月，还不赶紧带灵妹京城医治，以后有的是时间给你叙旧。是，国公爷。快点回城吧，这也太僵了。没想到陶宇今天救下的，就是他一直在找的妹妹。是，兄妹相认真是太好了。本王也有要找的人，但是未能相见。谁问你了？不要没话找话了，行吗？那祝国公爷早日得偿所愿。那就要看小白妹妹愿不愿意了。我听不懂国公爷在说什么。香囊的事，你在撒谎。夫君，西月你怎么在这儿？姐姐，我来向奕晨哥哥讨教音律，好能在新皇登基之日献艺。你怎么来了？我见夫君香囊旧了，给夫君换个新的。我已有合适的香囊了，谁叫你做这无用之事的？姐姐，这个香囊可是我儿时送给奕晨哥哥的。我现在才是夫君的妻子，夫君与西月是不是过于亲密了？我与西月自小就有情谊，更何况她还是你的妹妹。我没想到你竟然如此的善妒，真令我失望。月儿，我们走。想用绣功证明自己才是香囊的主人，奕晨哥哥的宠爱，不是你想换就能换的。上一世我确实冒认身份说了谎，现在白希瑶的身份不也是一个谎言吗？这是小白妹妹亲手给我绣的香囊，与你那个一模一样。你的是哪儿来的？送给袁奕晨的香囊果然只有一个，到底是谁故意伪造香囊，引白希瑶去望仙湖呢？绣了2个一样的呗，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再说小时候的事，谁记得那么清楚？不是你，当然无所谓。翼王殿下为什么会出现在善堂啊？我想去哪儿，跟白小姐也毫无关系吧。谢谢国公爷。你就算谢本王，也不必行如此大礼吧？谢翼王殿下的救命之恩。今日刺杀你的人，从布局到出手都极其老练，失败之后果断自裁，防止泄露雇主的信息。看样子是罗之堂的人。
竟然是罗之堂。你知道罗之堂？我听茶色说书的讲过。想不到白小姐身为嫡女，涉猎倒是颇广了。这个罗之堂不仅是个暗杀组织，还擅长做局下套。上一世，我就是靠他们陷害了白皙。来了，姑娘，随便看看，我这都是上好的胭脂水粉。挑中什么，算我账上。谢主子。主子，奴婢有要事禀报。讲吧。三殿下昨晚来找过白皙瑶。云逸尘什么反应啊？三殿下是夜里前进府的，国公爷并不知情。哦，私会。他们说什么了？三殿下想带夫人走，但夫人拒绝了。三殿下对夫人用情很深，说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，一定要带她脱离国公府。裴炎要是对我有对白皙瑶一半深情，那我早就能让太后给我俩成婚了。说到底，白皙瑶不除，裴炎不会把心意放在我身上。主子想什么时候动手杀白皙瑶？杀人从来不是目的，我需要白皙瑶做我的踏脚石，等我踩着她到了高处，再把她碾碎。是，奴婢该怎么做？我已经找了罗之堂的人布局，到时候你引他来这烟霞阁，我给他准备了一场好戏。是。白皙瑶毁容之后，一直被袁逸尘厌弃，夫人成为深宅院。这菜又凉了。再热啊？可是这再热就没法吃了呀。那就再做一桌。这都已经快亥时了，国公爷想必已经在外用过膳了。禀报夫人，国公爷今夜留宿秦芷轩，不回来了。夫人，平日国公爷不回府，也不会特地叫人来禀报啊。那秦芷轩是太后赐给白皙月的宅子，这不是明晃晃的示威吗？真是太欺负人了。撤了吧，我累了，回去休息。可是你还一口没吃呢。吃不下，没胃口。夫人，要不明儿去烟霞阁逛逛，挑些胭脂水粉。你自己去吧，我准你半天假。夫人，听说那儿新进了一批珍珠膏，涂在脸上平复皱纹有奇效。您要不试试，也许国公爷就不会往外跑了。怎么会有用呢？都是唬人的噱头罢了。哎呀，夫人，反正您整天没事可做，就当陪我逛逛街，解解乏嘛。夫人容貌极美，碧玉有瑕，想来是天妒红颜。放心，用了我的珍珠膏，定然能让夫人重获新生。当真？我私家100年手艺，夫人一试便知。莲心，去挑些你喜欢的吧。是，小姐。夫人，您看看。确实没那么明显了，只是，要是当时能好好医治，
我们夫人的脸也不会如此。我这珍珠膏中添加了积雪草，夫人只要坚持用，必定能够淡化疤痕。那把这些都包起来吧。好，您先瞧着。莲心，学好了吗？啊，夫人，我还有个口汁要拿。这位姑娘，实在抱歉，实在下着急了，损坏的东西我全赔。看样子倒是个读书的君子，怎么会跑到这女子扎堆的胭脂铺来？莲心，不得无礼，是你性子急撞了人家公子。啊，在下写字卖画，攒些银钱，想为家母挑个寿礼。倒是个孝顺的。敢问姑娘是哪家千金？这裙摆怕是不好洗了。赵某定将银子送至府上。我不是什么千金小姐，我是真国公府的婢女，我叫莲心。赵某拜见夫人。夫人，夫人，您这会儿忙不忙呀？怎么了？想请夫人教奴婢写信。之前在白府不是随我学过写字吗？奴婢识的那几个大字，写给屠夫还行，要是写给读书的公子，怕人家觉得我粗糙不堪。是那个赵公子吧？夫人怎么什么都知道？那赵公子看着倒是个良人。莲心，你跟我这么久，我真心希望你能嫁个好人家，不要像我一样蹉跎了人生。人家能不能看得上我，还得靠夫人的文采。好，那我帮你写，到时候再教你临摹。谢谢夫人。莲心，我写过的字，你临摹完之后一定要马上烧掉，免得被人发现会惹麻烦。夫人放心，莲心一定处理得妥妥的。夫人，这信写的是什么意思呀？他这是有意于你，想找人说媒，要娶你呢。真的吗？那奴婢该怎么办？你没有家人了，我替你做主了。到时候，我不仅把地契分给你，还会给你准备一个丰厚的嫁妆。谢夫人成全。快起来，你我情同姐妹，客气什么？那请夫人给定个日子吧。那就本月15未时相见详谈。白希瑶写过的书信并没有被销毁，而是和赵秀才的回信一起送到了云逸尘面前。一个不守妇道的荡妇！国公爷为何打我，还辱我清白？清白？从你嫁进国公府的那日起，整个云家就已经没有清白了。为何如此作践我？作践是你自轻自贱，为人私通。这不是写给我的，这是写给莲心的。那这些呢？这一封封信件，你敢说不是你的字迹吗？姐姐的字迹我最是熟悉，一般人确实模仿不来。不是这样的，你听我解释，这只是什么？无非是我给不了你的，你要去别人那里取。我没有，
这真的是莲心的，这是他情郎写的，我只是代笔，却把莲心叫来。你那婢女想是怕被你牵连，早就逃走没影了吧？来人，把他捆到柴房，明天随休书一起送到礼部尚书府。我是冤枉的，我是冤枉的，为什么不相信我？我是冤枉的。陈哥哥，别气坏了身子。唉，我这姐姐向来多情，之前吃过教训，还以为长了记性，没想到又闹出这档子事。夫人莫叫，我是来救您的。莲心在哪儿？为什么没有销毁信件？为什么要害我？莲心被他们打成重伤，怕是命不久矣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莲心感恩您的恩德，原本想留个念想，没曾想有人想害你。他们抢了他手上的信件，莲心誓死不从，差点被他们打死。你跟我去见夫君，替我解释清楚，洗脱夫罪名。人糊涂，现在要是我们一起去见了国公爷，不但说不清楚，还坐实了有染。那怎么办？请夫人随我一起去救莲心。现在能证明夫人清白的，就只有莲心了。我押上我的功名，不怕他们栽赃嫁祸。走。夫人跟人跑了，快给我抓住他们！夫人，我们快跑！姐姐真是糊涂啊，怎么能和情郎私奔呢？这事要是传出去，镇国公府和礼部尚书府的脸面都被他丢尽了。世界宗权，在下失礼了。莲心到底在哪儿？就在那儿。你不是说莲心被他们关起来了吗？怎么门没上锁，还无人把守？那夫人进去了，才知道。不愧是罗之堂，就这么李代桃僵的，让白希瑶成了人人喊打的娼妇。白小姐谬在，人已经关好了，随您处置。莲心，你这次做的不错，该是你报仇的时候了。谢主子成全。莲心随着白希瑶陪嫁到国公府，不仅是为了日日看到白希瑶受折磨，还是为了在合适的时候将白希瑶彻底推入深渊。你们是谁？为什么要绑我？白希月，是不是你？给他用水灌进去。是，果然是你，白希月，是你设计陷害我。给我，把人按住。我要亲手结果了他，看着他慢慢毒发而亡。姐姐，为了妹妹的前程，你不要挣扎了，乖乖去死吧！蠢货，还不赶紧吃！他被毒瞎了眼，跑不远的。莲心，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？你要这样背叛我？
白西瑶，你命人打死了我相依为命的阿哥，我留在你身边，就是为了给他报仇。莲心的事总算了结了，他也不会因恨生恶，最终断送性命了。只是不知道白希月下一步还会搞什么幺蛾子害我。就算我说了我就是未来的他，一心要帮他登上后位，他也不会相信吧。姐姐睡下了吗？真是怕什么来什么。没呢，进来吧。妹妹怎么来了？姐姐，今日去善堂一定很辛苦吧？能不辛苦吗？好在有妹妹惦记，心里暖着呢。是来看看我死了没吧？那妹妹给姐姐揉捏一下，解解乏。吃了几次暗亏，现在学会坐地服软了。真没想到还能享受妹妹这手艺呢。之前姐姐总是对我不亲近，不然我可以经常给姐姐按摩的。我可消受不起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近日妹妹对齐仙三生曲已经练得很熟练了，想让姐姐再指点一下。我相信妹妹的悟性，到时候在寿宴上一定能技惊四座。谢谢姐姐成全。不过，妹妹啊，在宫里，妹妹可要安分一点。宫里不比府里，那宫里规矩多，一不小心行差踏错，容易丢了性命。谨记姐姐教诲。本仙女是来历劫的，不是来做苦工的。自己的事还没解决，竟跟人跑腿。表妹，表妹，瑶儿妹妹，白西瑶。瑶儿妹妹，都说你在宫中，可这几日我老是找不见你啊。三皇子殿下，叫表哥。原来裴炎也曾是那么少年义气。三表哥，也不知是如何成了那个善用权谋、圣心难测的帝王。我最近在忙着太后寿宴，所以经常在各司走动。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你随时说，可千万别苦了自己啊。为太后姑祖母尽职是我分内的事儿。不过有件事儿，能不能请表哥帮个忙？你尽管说。家妹西月也已及笄，也想参加寿宴见见世面，不知表哥能不能安排一下？这没名没分的，虽说也是沾亲带故，但她是庶女，上不得台面啊。只要有才能，分什么嫡庶呢？表哥，都说凤帝陛下更偏爱庶出的大皇子，可这太子之位，要不能有德者居之，真正受苦的可是这天下百姓。西瑶妹妹，表哥这么有本事，一定会帮我的，对不对？哦，那我先去收上房忙了，就不跟你聊了。表哥再见。西瑶妹妹，为何忽然与我疏远了？这个吃了长胖，再吃多点。够了够了，我看你都瘦了。姨母，我们10年没见了，您怎么知道我是胖了还是瘦了？小时候看你胖胖的多好，这些年你在边关吃了不少苦，要是姐姐还在世的话，得有多心疼啊！姨母，你看，我这些年一直坚持练武，身子棒棒的。嘿，如今你在京中既无兵权，又无实职，以后谁还能与你好相遇啊？姨母，我这不还有你呢，我总不至于饿死吧？
你这次卸掉兵权回京，实在是不明智。明知道陛下想要杀了你削藩。姨母，为了让陛下彻底放下戒心，我打算回京城娶妻。娶妻？你要娶哪家姑娘？快，摆好摆好！孙总管，我这跑了1个上午了，我这银子怎么还没有批下来？哎呀，别急嘛，再等等。本官已经差人加速核对数目了。你怎么还说这种？白小姐怎会在此啊？翼王殿下，翼王怎么在此啊？我和姨母先妃。还有啊，我送去的单子杂捐署也不认，这样我什么都干不了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白小姐初来乍到，不太了解宫里的章程。往常我们都是按照规矩办事的。给我穿小鞋，然后好拿捏我是吧？翼王殿下，您看，小女子无官又无职，本就担不起这筹备寿宴的事儿。要不您做个见证，我去跟太后请辞。白小姐切勿妄自菲薄，既然是太后娘娘钦点的差事，就算千难万难，我们要全力做好的呀。与其做不好，让太后姑祖母指责，不如直接向太后禀报。小女子才疏学浅，不堪大用，并不是偷奸耍滑。翼王殿下，您觉得呢？白小姐，下官现在就陪您去杂卷署走一趟，我敢保证，冯管事立刻会给您批条子，您不能走啊。翼王殿下，小女子还有事务缠身，恕不远送了。怎么？现在就不需要我给你做个见证了？总管，出事了！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后厨有些事情需要我现在去处理，不能奉陪二位了。如果二位有任何的吩咐，尽管差人便是。告辞。是寿膳房贾丁院方向。殿下认路。白姑娘要是不介意，本王倒是可以去消消食儿。哎，快，那边！哎，快！哎呦，还有那儿！翼王殿下，这可不怎么消食，要不您请回吧。你到现在为止还没跟本王说过一个谢字。这！哎呀，快点儿！还有这！哎呦，我说二位贵人，这地方乌烟瘴气、脏乱不堪的，二位贵人怎么来这里了呀？那孙总管，我问问你，你为什么来这里呢？不会仅仅是因为这几只死耗子吧？这厨房之地，有点死耗子虫蚁也在所难免。我这不正找人在这儿收拾着呢。是吗？孙总管觉得这里出现这些死耗子是很正常的事儿了。在边军战事吃紧时，粮草断绝，兵士们也是把这死耗子当成美味佳肴。如此数量的死耗子出现在水渠中，不仅会污染水源，还会引发疫病。这是太后专用的寿膳房，不是山野饲粮。你就这么说的轻描淡写、不知轻重吗？贵人恕罪，此事确实蹊跷。孙总管，这死耗子一事，你是何时发现的？已有2日了。之前我只当是闹耗子，但后来连续2日水渠中都莫名出现了死耗子。太后寿宴在即，事关宫中善事，隐瞒播报何等罪过？你们先起来吧。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查清楚这水渠中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死耗子。孙总管，我问你，这水渠是从后厨哪里通出来的？就在那儿，那个方位。
白小姐对此事有什么想法？方才我看了水渠的构造，水渠是与菜池连通的，一定是水渠的水有问题。正好，我在池中发现了这个。这是装过药粉的纸包，难道那些死耗子和它有关？也许这是从那边的水渠冲过来的，上游的耗子应该就是喝了泡过药粉的水，所以才会死在这水渠当中。难道有人蓄意下毒？他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距离寿宴还有不到3日，若是我们没有发现死耗子的事情，恐怕……去，把寿膳房所有人叫到这里集合。是。二位，寿膳房的人都在此处了。在后厨的就你们几个。回姑娘的话，正是。哎，不对呀，还有小祥子呢，他今日没来。哦，对哦，怎么把他忘了？那小子去哪儿了？小祥子是谁？上个月新来的太监，一直在后厨做事儿。那他去哪儿了？他今日告假。知道了，退下吧。是。看来查一查这个小祥子，就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了。不用查了，人肯定已经死无全尸了。白姑娘何出此言？敢做这事儿的，背后之人肯定不简单。我不想惹麻烦，眼下查清水源最为关键。没想到白姑娘竟然能有如此洞察。宫中相斗无非就是这些伎俩。翼王殿下久在边关，不了解宫中的手段。白姑娘还未用过膳，忙了一天，哪有时间吃？我带白姑娘去个地方。去哪儿？好吃。寿膳房那么多美食，怎么会饿着白小姐呢？我可不敢随便在宫里吃东西。我上一世就被悄无声息地毒死了。为何？因为那些死耗子呗。话说，到底是谁下的毒？别的妃子，还是裴炎？白小姐，白小姐，国公爷叫我何事？白小姐为何有时会刻意躲着本王啊？我是未出阁的小娘子，当然要注意男女大防了。唉，什么男女大防？上一世整天没羞没臊的腻歪在一起。好，呀，这琴声啊，比这美酒还醉人呢。小白姑娘，有没有想嫁的人？国公爷为何要这样问？民女可没有要出家的打算。本王有，而且急得很。还是没躲过这团业火？难道非要跟袁逸晨成婚不可吗？民女吃饱了，多谢国公爷款待，民女告退。真有人在寿膳房偷渡啊！千真万确，当时翼王也在。翼王也知道了，你没惹什么麻烦吧？女儿没有声张，真要查起来，最近进出宫的就我一个外人，肯定要惹上麻烦。对，这事必须压下来。我去跟太后禀报，让他老人家定夺。爹，您说到底是谁要下毒害宫里的人啊？还能是谁？不就是那个翼王于逸晨吗？怎么可能？还是他跟我一起查出来的，而且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哎呀，这镇国公府跟宫里积怨颇深，太后素来不喜翼王的姨母贤妃，你可别被他骗了。
他是看你起了疑心，顺水推舟，洗脱嫌疑罢了。此事应该跟云逸尘无关，关键在于耗子的死因。纸包上有叶藤花和蜜露的气息，所以耗子才会误食，说明这药是想给人吃的。若想在寿膳房下毒，那慈宁宫应该有很多人都中毒了，但目前只有耗子毒发身亡，所以这毒不是针对寿膳房的。按照水渠分布，寿膳房在太医院的西侧，那耗子是在太医院吃了有毒的东西，发狂，然后到水渠喝水，顺着水道流到了寿膳房。这个纸包就是证据。吃过之后让人口渴。我想喝酒。这不就是我上一世用过的情丝奴吗？这是咱们白家祖传的秘药情丝奴，极为难炼，又难以久存。你把它给云逸尘吃上，他就会渐渐对你情根深重，唯命是从。可要是如此，会不会让严哥哥不愉啊？只要你有价值，有手段，没人能夺走你皇后的位置。月儿一定不会让姑祖母失望。上一世我用情丝奴一步一步地控制云逸尘，让他远离亲信，就是为了他手中的兵权，帮裴炎登上皇位。陈哥哥，我最近求得一种补身子的奇药，一定能够让你修补元气，去除旧疾。当真？这世上还有能治我旧疾的药呢？陈哥哥不试试，怎么能知道呢？大家，国公爷，不要再喝了，明日还要上早朝呢。上什么早朝？陛下体恤我的身体，允我不必日日颠卯。主子，大丈夫当励精图治，志在天下，怎么能每日让酒色享乐消磨自己呢？你算什么东西敢训斥本王？国公爷，您即便不管云家军那些出生入死的将士，也不能忘了老国公爷和老夫人的仇啊！您现在这个样子，只会让亲者痛，仇者快。周瑜，谁让你给我听他们的？滚！滚啊！我让你滚！身为下人，怎么总提主子的伤心事？你是要以下犯上吗？陶宇要回边境，哪怕做一名小小的石副长，也能为国守关。请国公爷保重。云逸尘一心想为父母报仇，你又不想复仇啊？可我是个废物，我是个废物。就为我下了情丝奴，至此沉沦。乖，好好吃药。我想喝酒，我想喝酒。你一定会恢复的。可是，这个东西怎么这么早就出现了？你自荐，就去多照顾一下你妹妹，不用在我身边伺候着。巧儿在医馆养伤，我每天都有去探望。身份的事，还是先不要挑拨。
毕竟这关系着国公府还有礼部尚书府，免得遭有心人算计。属下明白，我以后还是叫他联系。哦，膳房的事打探的怎么样了？那个小祥子是回老家省亲了，从时间上看没有下毒的嫌疑。那看来我们查的方向不对。不用查了，人肯定已经死无全尸了。敢做这事儿的，背后之人肯定不简单。难怪他当时是那副表情。哦，属下还查到那个小祥子跟白府梅姨娘是同乡，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有关联。你说，这礼部尚书府还竟然在自己姑母的宫里安插了眼线，看来还是有些其他想法的。我让善堂的人再多留意最近从京郊进城的，有没有什么可疑之人？你说这白小姐居然跑到我们自己下属的善堂施粥，遭遇刺杀竟然安然无恙，而且她的贴身婢女还是你失散多年的妹妹。属下觉得白小姐是个好人。莲心说，白小姐从未苛待过家丁，只是最近性格没有往日那么怯懦内向，多了一些机敏飒爽。此次出现在善堂，肯定是巧合吧？本王不相信什么巧合。我们若没有去善堂查案，就不会遇到你的妹妹。所有的事情，或是人为，或有天意，一切都在冥冥中指向一个既定的结果。属下不懂。几日之后，就是太后寿宴。我很期待白希瑶的表现。瑶儿真是蕙质兰心，这宴席布置的颇有新意，哀家很是喜欢。上一世白希瑶失了恩宠，太后命我安排寿宴，蕙质兰心，白希瑶被关在房里，超女德呢。合哀家的心意，不愧是我白家教出的孩子。希月不敢当，太后姑祖母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我，月儿一定不会让姑祖母失望。太后姑祖母委以重任，希瑶不敢让姑祖母失望。皇祖母，妍儿为您祝寿，献上南海鲛珠，祝您容颜不老，宝物腾辉。好，好，好，这是顶顶好的明珠，能找到这么大的鲛珠，妍儿有心了。您可以镶在头冠上，或是研磨成粉，用来驻颜也是可以的。妍儿送的，哀家可舍不得，哀家要好好珍藏。皇祖母，父皇龙体欠安，命由孙儿送来寿礼。来，这个是晋安县的寿山石雕成的不老松，祝皇祖母松鹤长春，福寿延年。好，好，好，奉帝龙体为重。皇祖母，孙儿愿您多福多寿，岁月如松。好，好，好。皇祖母，愿您添增岁月，容颜春秋，福寿安康，笑颜有助。好，好。小王献上前朝名家顾顺之的《空山晴雨图》，祝太后天护慈轩，寿增坤德。都说翼王用兵如神，想不到对字画也颇有见地。这可是顾顺之晚年最好的画作。小王不才，也是听闻太后喜好字画和琴曲，所以特意找来此图献与太后。难得翼王也来了，如若身体不适，可早些回府。太后，小王身子无碍，有劳太后挂念了。今年虽不是大寿，但今日有如此的异兴，哀家十分的欣喜。开宴吧！开宴！人已到殿外了。希瑶妹妹，你为太后准备的是什么礼物啊？
西瑶为哀家的寿宴忙前忙后，无需礼物了。西瑶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礼物献给太后，所以准备了琴曲助兴。哦，是吗？既是西瑶的心意，那就叫上来吧。是，请琴师。让白希月戴上面纱，是为了营造神秘感。民女为太后娘娘献奏，也算是给上一世的白希瑶报个小仇了。月儿最近偶得《齐仙三生曲》的琴谱，想为太后弹琴助兴，请太后恩准。听闻此曲乃仙人之乐，没想到哀家还有这个福分。月儿速速演奏吧。是。上一世我弹奏了《齐仙三生曲》，技惊四座，自此成为了宫中的红人。弹得好，月儿是有一双纤纤妙手的。哀家有座避暑的宅子，叫晴芷轩，就赏给你了。谢太后姑祖母赏赐。这要弹的是什么曲子啊？回太后，是《齐仙三生曲》。传闻此曲乃仙人之乐，想不到哀家还有这个福分。还有仙舞啊！好，好，好！这怎么回事？完整版的《齐仙三生曲》竟然能引动我的仙识，这下不会暴露身份吧？我说怎么这么好心，又送琴谱，又带我入宫，原来是让我做你的陪衬。白希瑶，你真是杀人诛心啊！白希月要是不能燕京四座，将来怎么给你铺路啊？甚妙，甚妙！仙乐配仙舞，哀家也算开了眼界了。西瑶的这份礼物是哀家最喜欢的。
原来白细瑶的遗憾，就是上一世没能给太后姑祖母过寿。瑶儿，哀家要好好赏你。姑祖母，为您献曲的是西瑶的妹妹西月，可不能把她忘了呀。哦，是姨娘生的庶妹吧？刚才怎么还戴着面纱？回太后姑祖母，西月认为弹琴要以乐动人，去除掉其他干扰，让听者能够全身心地沉浸在琴音之中。有道理。上前来，让哀家好好看看你。是。确实姿色艳丽，但还是少了西瑶的舒雅贵气。如今的西瑶啊，可是还带着股不同凡响的仙气呢。谢太后姑祖母的厚爱，西月为了能给您献曲，可是苦练了很久呢。您可得好好疼疼我们这些小辈。好，好，好。上西月翠玉金镯一对，配她的纤纤玉手。谢太后姑祖母恩赐。瑶儿，哀家有座避暑的宅子，名叫晴芷轩，就赏给你了。想图个清静的时候，就过去住住，那里的景致可是极好的。谢太后姑祖母的赏赐，我们姐妹二人一定常去晴芷轩，感念太后隆恩。兜兜转转，这舒服精致的宅子，两世都是我的。你这个做姐姐的，可真是会宠着妹妹。西瑶谦和不争的个性，真是跟哀家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。啊？我没听错吧？太后老人家，上一世你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你与翼王的婚约是陛下赐下的，不是哀家说改就能改的。姑祖母，您最疼西瑶了，恳请您替西瑶去求陛下收回成命。你已经长大了，不是使小性子的小时候了。哀家原本给你安排的太子妃之位，是你不争气，失了名节。现在陛下赐给你的翼王，你也不满意，你是想气死哀家吗？姑祖母消消气，别气坏了身子。姐姐从小就是这副不争不抢的样子，比起妃位，姐姐更看重的是寻个情投意合的良人吧。不争哪来的地位？不抢哪来的恩宠？哀家年轻的时候，若是不争不抢，怎么能庇护我们白家3代？你太让哀家失望了。哀家没你这个侄孙女。果然有价值的就万般皆是好，没价值的人做什么都是错的。好了，虚实了，哀家要回去歇息了。今儿个就到这儿吧。恭送太后娘娘。表妹，难得兄弟相聚，白家表妹也都在，今日就这么散了，未免有点太不尽兴。不如我们去御花园赏月，再小酌一杯，如何？表妹，你最近一直在宫中忙着寿宴事宜，都没能跟你好好聚聚，不如让表哥们给你庆庆功，怎么样？好戏现在才刚刚开始。谢谢大表哥、三表哥，正好带妹妹见见世面。走。你去干嘛？你去我也去。翼王，可否与我换个位置？大皇子本应坐在主座，本王不敢越矩。上一世这家伙不是没来吗？
这会儿局势变得更复杂了。玉儿妹妹，今天你第一次进宫，大表哥敬你一杯。谢大表哥，玉儿虽不胜酒力，但这一杯是一定要喝的。哎，妹妹们不善酒，我们也不好贪杯，不如我们玩个醒酒令，谁输了罚谁喝。那多没意思，半天喝不上一杯，不玩不玩。平添了些雅致，本王觉得可以。那妹妹可要搜肠刮肚了，不能输给表哥。好，月儿全听哥哥姐姐们的。那行，那就由我来出题。皇宫里有龙袍、龙椅、龙榻，眼下龙多凤少，不如我们就以凤凰为题。谁先来？那妹妹先来抛砖引玉。去年凤凰池，银烛夜谈丝。好，有凤凰，平仄和韵。我也来一个。玉笛声断，凤凰楼，憔悴人别后。凤凰阁上凤凰游，凤去阁空江自流。旧时凤凰城破后，掰钗破镜，燕纷飞。这一定要是前人诗词，还是自己写的也可以？可以即兴吟诗的，不过必须要有典故。这西月才疏学浅，对不上，我自罚一杯。哟，这是如同上一世一样，借酒醉亲近皇子呢。西月妹妹，你姐姐近日可好？为什么很久都没进宫了？姐姐失了名节，父亲震怒，罚姐姐在家闭门反省。可是，不是没找到那个所谓的外男吗？西瑶妹妹一定是被冤枉的。皇亲贵胄最重名节，姐姐落水之事被传得满城风雨。唉，好在那人没有找到。这要是找到，不然除了嫁给那个男人，还有哪家敢娶啊？好了，西月妹妹，不要为了那个不知检点的女人伤心了。你大表哥敬你一杯。西月妹妹，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没事，这酒有点呛。白小姐，三皇子殿下命奴婢送您出宫。头好晕。白小姐，白小姐，要是多嘴，惹了大殿下不高兴，小心你的贱命。你可比西瑶那丫头有滋味多了。大表哥，你要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西月妹妹，大表哥喜欢你，以后我做了太子，我封你做太子妃。大表哥，不要啊！我们这样于理不合。我是父皇长子，以后我就是这天下的理，只有跟了我，才能改变你庶女的命啊！大表哥，你真的会娶我做张妃？妹妹，你想要什么，哥哥都依你。明月皎皎照我窗，星汉东流夜未央。同来望月人何处？风影依稀似去年。怀君朔月数秋夜，散步莲池咏凉天。居水月在玉苏手，弄花香满锦缎衣。山南皓月冷千山，丰容归去无人返。本王不胜酒力，不如今晚就这样吧。哼，真是无趣。那就让我们起身
共举一杯吧。月儿妹妹，来，大表哥给你倒一杯酒。还是月儿自己来吧。上一世可没自己来。好了，西月妹妹，不要再为了那个不知检点的女人伤心了。先阻止再说。干杯！妹妹不胜酒力，这杯我替她喝了。姐姐，我可以的。忘了入宫前我跟你说过什么了？一切听姐姐的。西瑶妹妹，你也太专横了。在场的都是你俩兄长，难不成还担心照顾不了西月妹妹吗？怎么，大表哥看不上西瑶陪你喝这杯酒？哎，你们两个别喝了。王兄，我们几位男子喝一杯吧。好，与二位皇子共饮一杯。哼。西瑶妹妹，我送你们出宫吧。谢表哥。走。谢谢三表哥。白希月，我看你怎么跟上一世一样勾引裴四。裴四，你太荒唐了！月儿表妹，你没事吧？三表哥，月儿好害怕呀。我跟月儿妹妹情投意合，你凭什么坏我好事？是吗？那我替皇兄去太后、皇祖母那里给你求婚，可好？裴炎，你别仗着太后给你撑腰，以后我做了太子，我要你好干。即便你是长子，但我是嫡子，以后谁向谁俯首称臣还难说呢。你，我们走。表妹，今日这宴席味道如何？还是很好吃的。我的琴忘在慈宁宫了。应该会有人拿到教坊司，明日去取便是了。可那琴是岐山大师所作，世上仅存这一张，对我来说十分珍贵。让我猜猜，白希月回去拿琴，顺便迷个路误入大皇子寝宫，把酒言欢，最后两人酒后乱性，委身于大皇子，是这路数吧？翼王殿下，可否有劳殿下陪我妹妹去取趟琴？我怕她对宫中不熟悉，容易走错路。西月小姐不是儿时和本王经常在宫中玩耍吗？怎么会迷路呢？不必劳烦国公爷，有宫人内侍陪我即可。怕袁逸尘碍你的事儿是吧？那好，表哥，你陪妹妹去吧，宫里还是你最熟悉。万一遇到点事，本王告辞了。万一发生什么事儿，有你这个三皇子殿下在，没人欺负西月。啊，还要往返也太麻烦了。我派内侍去取便是了。表哥，你好不容易见一次西月妹妹，你还不亲近亲近？我在马车里等你们回来。你呀，真拿你没办法。西瑶妹妹要求的事儿，表哥都会答应的。走吧。可别说我没帮你哦，未来皇后娘娘。你干嘛？快出宫！你怎么不上自己马车啊？本王的马车在东侧门，来不及了。什么来不及了？那杯酒有毒。酒？那杯酒？裴四那杯？是
是白希月趁大家不注意，想给裴四下毒。裴四拿错了杯子，那杯有问题的酒，云衣成盒了。快送我们出宫！可二小姐还在里面呢。别废话，有什么事我担着。是，大小姐。撤！撤！大小姐出宫了。你没事吧？本王最多养着半个时辰，快去国公府。不行，我们白家的马车去你国，大半夜的去你那算怎么回事？回白府，到时候你自己想办法。你听见了没有？你要想丢下我，娘娘这边请。希月，我就知道你会关心我的，你终于来了。下人汇报，你一直嚷嚷有重要的事情跟我说，我既然来了，你快说。希月，有人要害你，有人想杀你。那人是谁啊？是白希瑶，白希瑶想害你，他想害你，你不能去册封大殿，你知道吗？我看你真是疯了。哼，白希瑶早就死了，浪费我时间。没风希月，你不要丢下我，不要丢下我！希月，你为什么就不相信我？是爱是恨，不够人世间，几度轮回，燃尽野火，愿不爱不见，一次纠缠，三生难断是非，生生如雪。情落下，谁还？娘娘，犯人气绝了。本王想求娶白希月为妻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想办法推了婚事。月儿，我最珍贵的是你啊！埋了吧。是。算我前世欠你的。驱动大捷，亲旨宣。是。谢谢三表哥，帮我找回瑶琴。小事一桩，希月妹妹可真是个爱琴之人呢。三表哥喜欢月儿今晚的演奏吗？喜欢啊，我素来喜欢听琴。希月妹妹的琴技真可谓琴韵优雅，技艺高超。哎呀，只不过什么？只不过没想到，希瑶妹妹的舞姿曼妙，惊为天人。以前可从来没想过，这希瑶妹妹这么会跳舞啊！姐姐喜欢藏拙，即便妹妹在府里，也从未见过姐姐练舞。也许这就是天赋吧。希瑶妹妹总是这么的精彩绝艳。哎呀，小姐，上一个乱讲我闲话的，已经在望星湖底安家了。你在白府听过吧？小的诗词不会多说半个字的。这宅子缺个管家的，我能信任你吗？大小姐，我对你忠心不二，以后小的就只有大小姐这么一个主子，小的叩谢大小姐的提拔之恩。倒是个聪明人。你去准备些银针、烈酒，还有几个竹筒过来。是。他应该是被下了那个东西，只是自己乱吃药来压制。先帮他把药性散出来。哎，你们的马车呢？应是姐姐没有等我，先回府了吧？怎么会呢？
西瑶说好了等我们回来的。可这怎么办啊？这马上就要到宵禁了，我不敢自己走回白府。月儿妹妹别着急，我带你回寝宫，给你安排个客房。我差问问你姐姐的去向，若她真回府了，你就好好睡一晚，明早再回府嘛。谢谢三表哥。走吧。小姐，东西都已经准备齐全了。退下吧。是。也好美，不行。好了好了，少爷是还没包够吗？真了，不要，姐姐还没找到，我可不想做国公府的妾。那白希瑶4疼外难，就让她死在外面算了。本王最想娶的是我的小白妹妹啊。跟姐姐一样的国公府夫人吗？不是世上最珍贵的，玉儿可不稀罕。玉儿，外面有我30万的云家铁骑，你就是想要皇后之位，我也给你抢过来。看有梦一帘飘啊飘啊，何种滋味绕心上？唯等你开口，多远多卷起航。就让我的守候化成一叶扁舟，轻轻地陪着你荡漾。帮你把秦思奴吸出来，免得成为疯子，我们就算两清了。该死，反噬了。喂，是你帮我解的毒？喂，给我好不好吗？我这么努力，我很辛苦的，仙尊。仙尊？他不想嫁给你，我想嫁。对不起，云一晨。我昏迷了多久？如同上次，大约半个时辰。什么时候才可控？白小姐这毛病可要好好医治医治了，不然容易伤人。既然国公爷怕误伤，那就自己回去吧。谢谢你帮本王解毒。不用谢，下次不会了。你为什么会解毒？这个药是不是和你有关？你凶什么？制毒叫秦思奴，是我们白家的独门奇药。寿膳房和白希月那里都出现了秦思奴，这二者一定有关联。你为什么要害我？
你放手！又不是我下的毒，是我妹妹白希月。你只是倒霉，喝了大皇子的杯中酒。也就是说，这是一种媚药。你妹妹想勾引大皇子？什么勾引？说这么难听，这叫控制。情丝奴能控制一个人的心智，成为痴情的傀儡。没想到你们白家这么可怕。那你们两姐妹对太子妃之位，势在必得了。当然，国公爷上次不是见识了吗？那本王先告辞了，望以后不再有牵扯。就是不得。去请个安，还对镇立太子的事指手画脚。陛下息怒，今日毕竟是太后的寿诞。老三是嫡子又怎样？他只亲近太后，只有丽贵妃和四儿，给朕这宫里难得的亲情。那今晚陛下还是宿在丽贵妃那里？不了，朕累了，透口气就回去。已是宵禁，谁这么不懂规矩？是个不懂规矩的小婢子。哎，宫女怎么会穿世家小姐的衣裙？随朕去看看。是。大胆！你是何人？谁让你在这胡闹的？大殿下恕罪，民女是礼部尚书之女白希月，小女不是有意惊扰了殿下。你胡信什么？见到凤帝陛下还不赶快跪下行礼？把头抬起来。你怎么说朕是大皇子殿下？回陛下，刚才民女莽撞惶恐，只见是穿着皇家衣袍的俊公子，便以为是刚才寿宴上见过的大皇子殿下。众皇子中，长得最像朕的是四儿吗？陛下，确实如此。哼，你起来吧。参加完太后的寿宴，怎么没回府，还滞留在宫中啊？小女随长姐同乘马车进宫，可不知寿宴结束后何故先走了。等到宵禁，也没人接我回府，索性三皇子殿下让我在这偏殿客房住下，但因睡前无宫人洗漱伺候，所以才在这水池中简单梳洗。希月妹妹，今晚你就在这儿歇歇吧，有什么需要的，你直接吩咐他们就是了。谢谢三表哥。哦，对了，这是陛下常去的后花园，你可不能随便走动，以免惊扰了陛下。月儿知道了。回府。表哥慢走。言儿做事就是马虎，瞻前不顾后的。朕恕你无罪。谢谢陛下。叫人来伺候着，别叫人家笑我们皇家招待不周，失了礼数。是陛下。算起来，你也算是朕的外戚子侄，以后要常到宫里看我这个表叔啊。民女不敢越矩攀亲，陛下是帝王，外戚亦是臣子，希月也只是承蒙陛下深恩的子民。是个谦逊之礼的。有趣，礼部尚书有个好女儿啊。谢陛下恩典。哎呀，这月儿到底去哪儿了？哎呀，你昨晚去哪儿了？为什么没带你妹妹回府？太后赏赐了我一座宅子，依礼我总要去接收一下。
怎么，妹妹没自己回府吗？什么？你把你妹妹丢在宫里了？姨娘别急，怎么能是丢呢？我是给妹妹和三表哥多一些接触的机会。既然现在还未回府，那就是宿在宫中了。胡闹！这宫里岂是随便能住的？你只是要害你妹妹呀！入宫怎么能是害了西月呢？唉，原来父亲大人不想让妹妹嫁入皇室啊。可是我怎么觉得妹妹不是这么想的呢？你恭送白家二小姐回府。爹娘，月儿回来了。月儿，你没事吧？昨天晚上没发生什么事吧？这次多亏了姐姐带我到宫中见了那些贵人。妹妹客气了，提携妹妹是姐姐应该的。用了吗？还在吗？没有少。明日你就要进宫了，娘有个重要的东西交给你。娘，有什么不能白天给的呀？这3更半夜的。不行，此物关系到你的未来前程，绝不能让外臣知道一点，特别是白西瑶。娘，这是什么呀？它可以让你拿捏皇子们的心。这是媚药。这是你爹好不容易从太后那里求来的白家秘药，情丝奴。原来这就是情丝奴。那我该怎么用呢？你爹嘱咐你，让你明日找机会倒进裴四的酒中，然后制造机会和他单独相处。裴四，大皇子，我们白家不是一直跟随太后支持的是裴炎吗？有你姐姐在，你觉得你还有机会吗？再者说，大皇子背后是陛下的偏爱，更有可能封为太子。我们白家当然要支持正统。原来白西瑶只是爹应付太后的幌子，爹真正效忠的是凤帝陛下。太后老了，有些东西是时候传给后辈们了。好了，娘，先别说了。好了，你们娘俩有什么回房说去。既然没什么事儿，西瑶，你也回去吧。白西月的情丝奴一定是梅姨娘给的，那寿膳房的小祥子，想必就是爹娘的人。情丝奴，国公爷，人抓到了。什么人啊？那个小祥子呀。国公爷，您怎么有点魂不守舍的？哦，怎么抓到的？哦，他是在郊外林子被人挖坑活埋时，袁堂主带人给救了。看来是想杀人灭口啊！走，去地牢看看。说说吧，你是怎么得到的情丝奴？回大人，他们告诉我说，情丝奴是红色弹丸，有叶藤花和蜜露的气味。不能偷太多，免得被人发现，惊动太后。你有没有将药泄露，或者投喂给耗子吃？回大人，没有泄露，是装药的东西出了意外。糟了，这怎么化掉了？小的也不知道，那药丸极易受潮融化，只能装在瓷瓶之中。那你可否知道他们为什么要你去偷这药？听白文礼说，是太后一直不给他配方，所以只能够想办法去偷这个半成品。这个药是半成品？亏我爹还来信说你办事利索，
你就扮成这副样子。回主子，小的实在不知道，那药居然会化掉呀！请老爷夫人恕罪。因为这还只是半成品，还未成丹，秦思奴需要请主的血淬化成丹，才会让吃下的人言听计从。成丹之后不易保存，越狱就会失去药效。老爷，这半成品混入了汗水，会不会失去药效啊？不会，虽然还未成丹，但这药液迷人心智的药性是一样的。但是需要混到酒水里使用，才不会被人察觉。分一半给月儿，好，另一半我要推给药方。哎呀，这秦思奴的配方只传白家历代家主，太后姑祖母当年也是靠它才独得圣宠，现在终于到我手里了。你此番有功，我会重赏你。最近你就不要抛头露面了，等事情过了之后，自有你的富贵。是，小的明白了。月儿的前程就在此一举了。原来没有淬血成丹，就对任何异性都有可能意乱情迷。大人，小的什么都找了，求大人饶小的一条命啊！又没说要杀你，你慌什么？再者说了，国公爷救了你，你报答一下，不也是应该的吗？是，大人，想小的做什么，小的就做什么。行了，陶月，别跟他拼了。他现在已经是死人了，回到老家被发现，必死无疑。这样吧，如果他愿意，就在善堂给他安排一份差事；要是不愿意，就给他一些盘缠，送到南方隐姓埋名吧。是，国公爷。谢国公爷大恩，谢国公爷大恩。果然，云一晨还是有些本事的，我就知道他能查出些猫腻。我的仙力这下全都好强，变成了废物。上一世，如果不是我，云一晨也不会彻底变成废物吧？月儿，你快给我吃吧！你跪下来求我。好，月儿，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。秦思奴可催生情意，使人上瘾便于控制，久服之人逐渐精神恍惚，暴躁易怒，甚至出现幻觉，最终癫狂致死。陈哥哥，今日是上元节，我多希望我们这杯是合卺酒啊！伴着日落下，摇啊摇啊，多久没有新波浪？日复又一日，是晴是雨照样。初遇你的那天，记得春风拂面，倒影中全是你的温柔。看有梦一帘飘啊飘啊，何种滋味绕心上？唯等你开口，多远多卷起航。就让我的守候化成一叶扁舟，轻轻地陪着你荡漾。我竟思念藏
散，细数星光一叶扁舟。